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公司高薪挖来了一个总经理，据说此人非常擅长为公司降本增效。总经理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保洁给裁掉了，往后办公室的卫生由员工们轮流打扫，包括厕所。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都知道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没想到新来的总经理最先把火烧到了保洁的身上。保洁大姨的年纪已经超过了50岁，不在劳动法保护的范围，所以她走的时候一点赔偿金都没有得到。但是保洁大姨已经领退休金了，她出来上班就是为了打发时间，并不指着这个工资过活。所以在听说要把他开除之后，他倒也没有太大的反应。他还热心地问总经理：“那我走了，以后这个办公室的卫生要怎么办呢？”总经理说：“这办公室里不是还有那么多人吗？大家在工作之余轮流打扫一下就行了。”听到这话，办公室里其他人都不淡定了，合着这把火还是烧到了自己的身上了。财务部的张琪当场就提出来了，收拾自己办公区域的卫生没问题，但是公共区域的卫生，尤其是厕所的卫生，他不干。总经理说：“你既然来了公司，那就要接受公司安排给你的工作任务。如果你不接受，那随时可以走人，公司多1分钟都不会强留的。”然后又向在场的其他人扫视了一圈。你们也是，不想干的就走，有的是人等着干呢。说完，总经理就离开了。听完总经理的这些话，我受到的震动最大，不光是因为要打扫卫生，而是我知道今天这件事只是一个开头。随着今后各项降本措施的执行，会有越来越多的员工离职，而我作为人力资源部的经理，招聘的压力都压在了我的头上。确实是有不少人在待业，但是人家不上班，主要是因为找不到各项福利待遇都符合预期的工作，而不是找不到烂工作。即使真有能接受我们公司这福利待遇的，那这个人的能力，我们公司怕也是看不上。总经理走后，众人先是安静了一会，等确定总经理走远了，大家才开始纷纷议论了起来。有人提议，要不我们自己集资雇个保洁。张琪说：“拉倒吧，今天能裁保洁，明天就能裁保安，后天再裁厨师，我们还能每一个都集资解决吗？而且出来上班不就是为了挣钱的吗？怎么到了咱这里就成了出来上班还得花钱？我可不干。”听了张琪这话，原本还对集资雇保洁心动的同事也打消念头了。所有人都明白，这只是个开始。张琪当天就打了辞职报告，第2天就不来了。财务经理过来找我抱怨，这说走就走了，都没留出个跟新人交接的时间。我们部门这工作可怎么开展啊？我可跟你说，这接替张琪的新人3天内必须上岗，不然我连这个月的财务报表都做不出来。我苦笑：“林姐，我们公司的工资水平本来就没有竞争力，何况我们公司还在郊区，通勤时间长，又是个化工厂，生产车间里的味道都能传到办公楼来了，有几个挣钱不要命的呀？咱这本来招聘就费劲，又赶上这种事，还3天内新人就上岗，你可真是太为难我了。而且这裁掉保洁只是第1步，往后肯定还有别的事呢。”林姐听我说完这些话，就一直在那叹气，直到我再三跟她保证一定会尽力的招聘，她才离开。保洁被裁后的1个星期，在大家刚刚适应了没有保洁的日子后，总经理又发布了新规定，出了套降本组合拳。新规定的内容主要有3点：
第一，公司不再向员工提供免费的通勤车服务，需要乘坐通勤车的员工每个月需要从工资里扣除500块钱的交通费。第二，公司停止免费提供桶装饮用水，但是公司会在茶水间设置一个热水壶，有需要的同事可以自己烧水喝。第三，夏季用电量飙升，为环保节能，只有在室外温度超过35摄氏度时，公司才会开启办公楼内的中央空调。我看到这些规定就知道，公司将迎来大规模的离职潮。我们公司地处郊区，附近都是工厂，我们公司员工居住的地方离这边也都挺远的，所以大部分员工上下班都是需要坐通勤车的。现在这个通勤车需要收费，差不多就是要变相的给员工降薪500块钱。停止供应桶装水，那个更离谱。我们是化工厂，而且没有自来水，平时的用水都是抽的井水，受化工品生产环境的影响，这里的水质非常差劲，喝那个水就跟喝慢性毒药一样，所以根本不可能有人喝。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只有2条，要么自己从家带水来，要么就是同事们自费购置桶装水，不管是哪种，都又是一笔支出。至于空调，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因为厂区环境不行，味道太大，所以办公室的窗户压根就没法打开。这室外温度超过35摄氏度时，室内温度起码有32摄氏度了，人都要热迷糊了，还怎么工作呀？我光想想就觉得头大，结果真是祸不单行。我去厕所的时候，赶上厕所里有好几个照明灯都坏了，我一个没注意，摔了个狗吃屎，膝盖都破皮了。我去找行政部报修，结果行政部的赵经理说，那不是灯坏了，是按总经理的指示，故意拆的只剩下一个灯的。我的心中有10000头又有草又有泥的生物飞过。我看老赵的表情，知道他的内心和我也是一样的想法，但是处在我们2个人的职位，都懂得祸从口出的道理，于是只是相视一笑，然后又继续回到自己的岗位工作去了。自从这套降本组合拳打下来，短短1个星期，我已经收到了6份辞职报告，其中1份还是我部门的手下王思雨。作为他的上级领导，我找他谈话，试图做出挽留，但其实我心里也知道，对于低级别的员工来说，受这套组合拳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你说咱公司要真是效益不好，弄出这么些损招来变相裁员，那也就算了。问题是我们公司整体运营的还算平稳，确实是有这么些人员的需求。现有的人员一旦走了，那就还得招聘，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招聘的难度非常大，这个招聘的 KPI 王思雨肯定完成不了，这样的话，他的工资就又少了一部分招聘绩效，让他本来就不高的工资变得更低了。我要是他，我也得辞职，但我既然是坐在人力资源经理的位置上，我就得尽我所能的挽留。思雨，你这刚刚结婚，还有没小孩，如果要离职的话，很不好找工作的。你毕竟已经在我们公司工作这么多年了，你说你即使要离职，也等到生完孩子，享受完生育保险的，不然多亏呀。玲姐，你说的这些我都懂，我知道我现在出去不好找工作了，但是好工作不好找，待遇一般的我还找不到吗？本来我们公司这个环境就有危害，不利于备孕，现在又变相的要降工资，又要干保洁的活，我图什么呀？这损招是一个接一个的，感情张富强他自己不用干了，这给王思雨气的都直呼总经理的大名了。王思雨接着说，
我们公司这破地方，每天的往返交通就要3个多小时。我每天早上6点半就要从家出发，晚上7点才能到家。不瞒你说，我这1个月挣的工资，算下来还不如我家对面商场的那个停车场收费员多呢。我知道王思雨说的都是实话，处在我这个位置，除了给他画大饼，我想不到任何能把他留下来的可能。但不说画饼这个事能不能成，单作为一个和他共事了3年多的上级，我也不想干那种违心的事。我能做到的就是跟他说，给我留出充足的招聘时间，等到新人上岗了，他把新人带出来了再走，让他再坚持1、2个月的时间。王思雨答应了。人事专员的招聘信息挂了1个星期，只收到了3份简历。没办法，我们公司现在的情况已经被好多离职的员工在网上吐槽过了，现在已经是臭名远扬了。这3个求职者都是女生，一个是应届生，不仅没有工作经验，连基本的办公软件都不太会用；一个现在是研龄，9月份就要去新学校报到了；还有一个倒是有工作经验，但是体重200多斤。我考虑再三，还是录用了最后一个候选人。结果因为这件事，我在公司中层的例会上被大老板点名批评了。王经理，你看看最近公司新招聘的这些人员，都是些什么歪瓜裂枣，这也太影响我们公司的形象了。你招聘的时候是要有标准、有下限的。这话听得我这个窝火呀！是我不想招聘素质高、形象好的人吗？是我没有下限吗？我倒是想有下限，但问题是人家求职者也有下限啊。我们公司就是在他们的下限之外的，人家样样都优秀的人，去哪里找不到工作？怎么就非要大老远的跑来我们公司忆苦思甜吗？但我现在既然想干下去，当然不能这么跟老板说。于是我只能委婉地说，目前招聘上来的这些人，已经是在能接受我们公司福利待遇的求职者里面各项条件最好的了。老板只是想冲我发泄一下怒火，并不是想得到什么结果。他都这么大的人了，还不知道1分钱1分货的道理吗？我这边教训完，老板又对管理生产的崔经理说，最近的工期怎么总是晚？你知不知道晚工期，公司是需要赔钱给客户的？崔经理也无奈，因为最近员工离职的太多了，我这边人手严重不足，新入职的员工工作的不太熟练，需要适应一段时间。老板说，你作为管理者，员工离职那么多，你有没有反省过问题出在哪里呢？崔经理露出了一副便秘的表情，我猜他此时的内心活动一定是，我倒是反省过了，问题是你这个老板不反省啊。不过崔经理作为一个老油条，哪能回答这么容易踩雷的问题，于是把雷又甩给了我。我不是专业的，我觉得还是让王经理从专业的角度分析一下吧。我只好硬着头皮说，根据近日来离职访谈的结果，员工目前的离职原因主要集中在上班的费用太高，导致实发工资降低。一直当哑巴的总经理张富强这时候说话了，王经理，我觉得你应该扩展一下招聘渠道，做好人员储备。我原来的公司，那不管是哪个岗位的人员离职，第2天就都会有新人入职的。我问您原来的公司，普通员工也是每个月扣完各项费用，实发到手不到3000块钱。张富强说，别说3000块钱了，还有人来上班是要交给公司3000块钱的。我告诉你，你就去找职业学校做联合，给他们的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岗位少人又多，想来的就得交钱。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于是问：那这些人交钱上班是图什么呢？图转正的机会啊！我们要给他们一个信心，让他们觉得只要转正了，每个月收入都能超过10000块钱，这样他们不就有动力了吗？就会争着抢着的交钱来上班了。那咱不是骗人的吗？不说我能不能开得了这个口，那就算是人家真来了，那这些人不长嘴吗？不会问其他老员工的工资是多少吗？就算不长嘴，那长耳朵吧，就连对面单位的门卫大爷都知道我们公司的待遇差，他们能听不到？王经理呀，你这就是走进了思维的死胡同了。现在的员工为什么挣不到高薪？那不是我们公司不给他们挣钱的机会，那是因为他们自己工作不够努力。只要努力了，那就是能赚到的吗？您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公司所有员工都挣不到高工资，是因为他们都不够努力？那肯定是的呀，只要努力了，怎么会达不到？我相信，我要是把张富强的这个言论传到网上去，他得被唾沫星子给淹死。可惜呀，我现在还在为五斗米折腰。张富强的这番言论，虽然我是一点都不认同，但是架不住老板非常认同，于是老板把这件事交代给我，让我赶紧去找学校。我嘴上应和，心里完全不打算这么办。我已经决定了，一会回办公室就把自己的简历挂招聘网站上去。我得赶紧换个工作了。张富强的话并没有说完，他继续讲着努力与收入的那个话题。讲到后面，他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为了提升现有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公司准备聘请一个专业的培训团队，来给我们公司全体员工做一个为期3天的培训。听到这话，生产部的崔经理终于憋不住了。现在的生产任务这么重，员工哪有时间参加去培训？张富强了然一笑：这些我早就考虑到了，白天还正常生产，我们的培训都放到晚上，从晚上6点开始，一直培训到半夜12点，这样既不耽误员工休息，也不耽误生产工作。崔经理暴怒：我们生产线上的员工都是实打实的体力工作，可不像是你们坐办公室的，休息好不好的都不影响。崔经理，我这都是有过实践经验的，以前我工作的公司就是这样，在经过培训之后，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销售量更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张总，你之前的公司是做贸易的吧？我们公司是做生产的，那能一样吗？怎么不一样了？不都是企业吗？普遍性都是寓于特殊性之中的，我们要用哲学的眼光看问题。崔经理还欲再说，被大老板给打断了。张总是我高薪聘请过来的专家，在降本增效方面，他取得过多次的成功经验。我们公司想要做大做强，就要学习先进公司的经验。你们要做的就是全力的配合，而不是拆台。我们公司不能再沉迷于原来的落后模式，止步不前了。今天我把话撂这了，你们要能跟得上公司前进步伐的就跟不上的就赶紧给能干的人让位置。大老板这话说完，会议室里真的是鸦雀无声了。但是大家不说话，可不是对老板说这话的认同，而是都在默默地计算着自己的房贷车贷，还有自己在招聘市场上的竞争力。因为这次培训不允许请假，不批请假条，只接受辞职报告，所以预料之中的，我的办公桌上又多了20封辞职报告。我瞬间头都大了，赶快打开招聘网站，看看招聘信息，才让自己冷静了下来。现在确实是经济环境不好，而且我这边的城市也不发达，招聘我这个职位的信息寥寥无几。
我还是挑了几个公司的职位投了简历，但我在找到新工作前，还得继续当牛马呀。好不容易熬到培训结束，培训老师又给大家定下了产能翻倍的任务指标。我们公司目前的产能是每天2吨，老师让大家加班加点，把产能给翻1倍。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减少1半一线人员数量的目标。人员减少了，人工成本就下降了。用下降成本的50%用来给现有员工发放奖励，能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这话听起来是挺有道理的，员工们也都跟打了鸡血似的，日日苦干。但老师没考虑到，在现有工艺和技术都没有明显提升的前提下，靠着员工的鸡血，除了延长工作时间，并没有其他的能够提升产能的方法。而员工的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带来的不良后果就是次品率的增加。在新一轮的例会上，老板对质检部经理一顿猛批。质检部经理这些日子以来，本来就被次品率上升这件事折磨得不成人形，而老板的这话更是成了他爆发的导火索。你自己识人不清，非要弄来一个行业毒瘤哥这瞎指挥，出了事怎么就都成了我的错了？我们这里是生产的工厂，你非把销售公司喊口号那一套搬过来，能有用吗？我告诉你，你们自己搁这和稀泥玩吧，老子不伺候了。质检部经理的爆发只是一个开始，行政部的赵经理成为了降本增效方案执行以来的第2个离职的中层管理者。我感慨，老赵，我以为公司里不管谁坚持不住了，你也能坚持到最后的。这一套组合拳下来，行政费用下降的是最明显的。你现在正应该是抖起来的时候啊，怎么还走了呢？那出来工作，咱就算是不讲良心，也不能把自己弄得跟无良资本家似的吧？你知道接下来咱公司还有什么降本的政策吗？我接到通知，让我把食堂的费用控制在现在费用的30%。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这不光是靠减少菜品数量就能实现的，还得降低采购菜品的品质。陈年大米、僵尸肉、烂菜叶、地沟油，就3、5小饭馆的采购成本都得比我们高，还准备在厂房后面开辟一块菜地出来，让我们员工利用休息时间去种地。我正要发表意见，老赵直接打断了我。没错，是纯义务劳动，没有钱的那种。还有，张富强要我开除一个食堂员工，你知道开除的理由是什么吗？因为这个员工给人打饭的时候手没抖。张富强觉得这个员工没有贯彻我们公司降本增效的方针。没说完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呢，他让我停了电梯维护的预算，让我们车间的维修工自己检修。你说他们也没干过这个活呀，那能检修得了吗？要是出了事，可就是大事了。这一天就听说要压缩成本了，也没见真把钱省下来。就那个次品损失和晚工期的赔偿，都够咱开上10年的空调电费了。老赵马上就要走了，没有顾虑，可算是逮到机会跟人吐槽了。我说，老赵，做到咱这个位置，也该明白，张富强不过是老板举着的一把枪，他干的那些事，只不过是正好迎合了老板的想法了。我找人打听了，他干过的公司都被他搅和得一塌糊涂的，但是人家公司就是想让他当搅屎棍的，主要是为了裁员。但咱公司这种发展势头还算良好的，真想不明白让他过来干什么。老赵说，咱老板就跟被人下了降头似的，那前些年的时候也不这样啊，干到现在，公司变得和以前越来越不一样了。我也不跟他们扯了，有机会就走吧。我问，你这是找到下家了？
老赵说：“那是，人到中年，我是不敢裸辞了。虽然我去了新单位，前期工资是会低一些，但是福利好，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支出，算下来和这边也差不多了。而且那边说了，半年后就会重新评定工资，反正是比这边有盼头多了。”我说：“行，既然你有了更好的去处，那我也不多说了。你那边有合适的机会，也帮妹妹我留一点啊。”老赵说：“放心吧，咱都一起共事10年了，你的能力我也清楚，有合适的机会肯定会推荐你。”我说：“是啊，都10年了，我大学刚毕业就来这个公司上班了，本以为能在这里奋斗一辈子呢，没想到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老赵也感慨：“是啊，繁华落尽，曲终人散啊。”老赵离职了，我竟然没有接到招聘需求，公司直接把行政经理这个职位给砍了。以后行政部归总经理张富强直接管理，整个办公室的气氛都是死气沉沉的，感觉大家都在忙着找工作。现在公司里只剩下2种人了，一种是找到了工作正打算要走的，一种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不得不留下来的。反正就是没有死心塌地的想留在这里继续奋斗的人了。这要是公司真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所有员工齐心协力，共克难关，那苦就苦点，大家也能全力配合。但像现在这样，说是降低成本，结果大家伙的罪都遭完了，成本还越来越高，那谁心里能舒坦？我看着老板的这些行为，我想到了我妈。我妈就是典型的害怕浪费，东西坏了舍不得扔，结果吃坏了肚子，去医院花更多的钱治病，那真是把钱都省在了刀刃上，刀刀要人命啊！产能翻倍的口号还没过去，现在一线员工还在加班加点的生产，次品率还是居高不下。老板认为这件事的主要责任部门是质检部，次要责任部门就是人力资源部。没错，我作为一个人力资源经理，竟然还背上了生产质量不达标的锅了。给我扣锅盖的理由是，现有员工都是人力资源部招聘来的，所以人力资源部要对他们的工作结果负责。那招聘的时候也没说是早9晚10啊，要是说了，我怕是连这些人都招不到。反正自从张富强来了以后，我的招聘 KPI 就没有达成的时候，现在已经进入了8月。以前公司会在每年的8月份组织一次员工旅游的，规模也不算大，基本是周边游，2天1夜，成本可控，也不耽误生产。正常来说，现在这个时间已经需要着手准备员工旅游的事宜了。张富强找到了我：“王经理，你也知道，现在行政部经理没有人，所以这次的员工活动，你就帮着组织一下吧。”我说：“没问题。那这个活动的预算和方案还是参照往年的，这个正是我想要跟你说的。我觉得每年旅游都是那么几项内容，员工们都厌烦了，没什么新意。今年我们应该要搞创新，不然这钱不是白花了吗？”虽然知道不可能，但我还是开口询问道：“那您的意思是，我们要去再远一点的地方？去远的地方又费钱又费时间，员工们也会太疲惫，不利于我们团建的这个目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改变一种方式，让大家的气氛活跃起来，就在我们公司里面搞一搞就行了。预算的话，当然是越少越好了，最好是不要超过1000块钱。你看看你有什么建议？要说吃喝玩乐这种事，还是你们年轻人的想法多，最好是搞一个能让大家都回忆起青春的那种。”我心里把张富强全家人都问候了一遍，但脸上还挂着职业的笑容。你要说青春的话，
那肯定是在学校里了。这团建活动，学校里面最常见的就是运动会了，集体参与，没有费用，最多的就是给前几名发的奖品，铅笔、橡皮、格尺，咱1000块钱可能都有剩的。您要是说找回忆，那咱就也练习队列，还可以举办个升旗仪式，这些都是上学时经常干的，肯定青春。我以为我这明显吐槽的话会引起张富强的不满，没想到他真以为我是在那出主意呢。他还夸赞了我的这个想法好，这下子我真是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表情了。黑人问号脸，啥样我啥样。张富强还贴心地说，虽然是帮大家找青春，但是发的奖品也不要真的只能上学时候才能用，我们也发一些能给大家带来希望和梦想的奖品，这样也能提升一下大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关于奖品，你有什么提议呀？呵呵，1000块钱给大家一人买杯奶茶都不够，我还能有什么提议？还希望与梦想呢。要是能让获得第1名的人暴揍你一顿，那报名肯定很踊跃。可惜作为一名社畜牛马，这话我当然不能说出口。于是我斟酌了一下说，要不咱发福利彩票，得第1名的发3张，第2名的发2张，第3名的发1张，妥妥的希望。张富强听到这个提议，恨不得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王经理呀，公司没白培养你，真的是很有想法呢。听了这话，我一点也开心不起来。要是让人知道这个方案是我出的，我不仅会被现在公司的同事骂，在换工作时都会成为我简历上的污点。于是我对张富强说，这都是您领导有方，这哪是我的想法，这不都是张总您提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帮你细化了一下而已，这就是您的方案，我可不敢抢功。张富强听了这话之后就更激动了，笑得眼角的褶子都出来了。不管员工里私下怎么骂张富强，但他在员工运动会之后更得老板的器重了。但是老板的喜爱来得快，去得也快，全凭老板的心情。而接下来发生的这件事，让老板的傀儡张富强彻底的失了宠。员工的高强度工作不仅是次品率上升，还发生了一次原材料配比错误的重大失误，而这个失误直到成品检验的环节才被发现。而张富强为了控制损失，竟然直接将这批不合格品发给客户，并且在客户收到货检验过后提出质疑时，坚决不承认是我们生产制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出厂检验的时候都是合格的呀，怎么到了你们那里就不合格了？是不是你们在保存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呀？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了，我们公司的产品质量你们应该是知道的，你们自己的检测报告我们是不认的。我们说没问题就没问题。这次的客户虽然此次采购的订单量不大，但却是一个业内的老牌公司，那边的采购部也非常的硬气，人家开了直播，直接将这批产品销毁，并且实名控诉了我们公司以次充好还拒不承认的这个行径，一旦激起千层浪。在这之后，不少跟我们合作的客户纷纷退单，让我们公司的生产线从满负荷到直接到停机。虽然在张富强提出将残次品充当合格品直接发给客户的时候，老板并没有反对，但是出了这种事，老板总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吧？所以张富强就成了这场事故的罪魁祸首。张富强已经在老板办公室里整整待了2个小时了，但公司遭遇了这么大的危机，不管张富强怎么解释，他的这个总经理也干到头了。2个小时之后，老板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跟在他身后的是仍然一脸焦急解释的张富强。老板没理会他，径直上了电梯，而张富强不死心，也追到了电梯里，试图继续辩解。结果在他们在电梯启动的那一刻，对老板来说，比企业停产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那个已经近半年没有请专业人员检修过的电梯发生了故障，电梯里的老板和张富强直接从4楼的高度摔了下去。这种程度的摔伤，我们大家都不敢上前，只是赶忙打了120急救电话。但是我们公司地处郊区，离医院比较远，救护车在40多分钟后才到达现场，而老板和张富强2个人就在地上趴了40多分钟。不幸中的万幸，这2个人被抬走的时候都还有气在。张富强伤到了腰部脊椎，以后能不能站起来都难说。相比起来，全身多处粉碎性骨折的老板都算是轻伤了。看，我就说他们这贪小便宜吃大亏的劲头，和我妈那个中年妇女很像吧？都是因为省钱而引起的住院，那住院费可比省下来的钱要贵多了。我给老赵打去电话，跟他分享了这一劲爆八卦。老赵说，我这可真是后怕呀，幸亏我走得早，否则要么可能是我摔下去残了，要么可能是别人摔下去，我职业生涯终止了。我说，我也感慨我的运气啊。我后来听说你刚离职那会，本来是想让我把行政的业务也都接过来的，是张富强觉得行政费用能大幅度减少，在老板那里是大功一件，于是硬抢过去的。于是我们2个人决定今天晚上去买个彩票，我们现在的运气也算是没谁了。随着公司停产，我们公司的资金周转也陷入了困境。刚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的大老板躺在病床上，委托秘书发布了一个通知。通知的大概内容是说，我们公司现在陷入了短期的经营困难，资金周转不便，而银行贷款的审批也被驳回，所以公司想出了另外一种替代方案，让公司的每一位员工以个人的名义向借贷公司借款，把借贷来的钱用以支援公司的生产经营建设。还特意强调了，公司不会白要大家钱的，公司愿意承担借贷的利息，而且借款金额越高的员工，在往后晋级调薪的时候都会有额外的加分。作为公司员工，应该为自己能为公司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而感到荣幸。通知的最末尾还补充，借款给公司这件事仅限公司的内部员工，公司外部人员不享有这一福利。说的就像这是一个被众多人争抢的机会一样。通知发完，大家当然是议论纷纷。不同的是，这次没人提离职了，这公司眼看着气数要尽了，大家伙都搁这等着裁员赔偿呢。2个月以后，本应发放的工资无故拖欠，但是大家却发现老板花大价钱请了风水大师来帮公司改风水。群情激愤的员工们找到老板的病房想讨要说法，被老板聘请的保镖拦在了外面。于是这些员工们直接改道去了劳动仲裁，把公司给告了。这件事就像是多米诺骨牌，倒下了第一块，就会有无数块接连跟着倒下。公司贷款到期，偿还不上，供应商的货款也没能及时结算。病中的老板本来就强撑的身体，被这一件件事情压下，他病得更重了。于是老板娘出面给公司申请了破产，现有的员工都得到了赔偿。老板因为年纪偏大，他身体骨折的部分即使恢复了，之后走路时也会受影响，不能走快。张富强则更惨，他伤到了脊椎，
终身都要和轮椅为伴了。而我已经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真是树挪死人挪活。新公司的各项福利待遇都比原来的公司要强上许多，何况我现在还手握裁员的赔偿金，真的是做梦都要笑醒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